诸位，有被辜负过吗？啊？有体验过一片真心零落成泥的滋味吗？是炎炎夏日都觉得内心发寒的程度。今日，我们沈家小饭馆研制了快乐之水，这招牌之一便是名为“暴打负心人之绿饮”。暴打负心汉绿饮，解渴解压，可随身外带。更重要的一点是，大家可以现场体验暴打负心人之感。诸位，这边请看。诸位，这就是我们制作暴打负心汉绿饮的过程。这个时候不要压抑自己的情绪，让它释放出来，把内心多年的痛苦通通的爆发出来。想想你们心中的那个他。诸位请看。好清香的感觉呀！一爻往事如烟散，二爻前程似锦来，三爻富贵长安宁。请开鸿运，开鸿运了！哇，好清新啊！这个什么滋味啊？哎呦，还有冰块啊！冰块啊！这冰块消暑可多好啊！诸位，我替大家尝一尝。怎么样？我此生从未喝过如此美味的茶饮，实在是太好喝了！太好喝了！好啊！我要一份羊肉串，我还有一份这个。好，帮我打没问题。绿饮一杯。其他绿饮瞧着也不错，给我来一个这个。我要一个这个，就这个。都有一个来，排队等等。两位久等了，这就送给两位了。谢谢。抱歉，诸位，实在是没东西了。这样，大家明日请早，好不好？各位暮鼓时分了，我们该收摊了。各位明日再来哈。抱歉啊，抱歉。今天生意也太好了吧！真是没想到第一天生意这么好。钱都快满了，真厉害，关泱泱。那么一大坨功课做完就金榜题名红，觅得如意郎君超嗲小娘子，暴打负心汉绿饮，乌梅波波万事如意圆。洋洋，我告诉你，你姑姑这人，她缺德就缺在这儿，她就是想古人嘴里念这些词儿，这简直是礼崩乐坏。爸爸，你还会成语了？礼崩乐坏是什么？我怎么不会就崩坏嘛，就崩坏。崩坏。这茶饮瞧着新奇，可否备下几头，明日送去军中啊？哎呀，群爷，没问题，一会儿我们若要送去军中，请恕不敢从命。你这为何？将军说的军中是指的羽林军吧？禁军守卫天子，责任重大，饮食采办呢自有定例。寻常人家怎么敢送茶饮去军中呢？这茶饮罢了，也不敢送。到底是小女子主事啊，缺了胆色。将军，这茶饮煮在我们锅里还是煮在军营的锅里，不都一样吗？那何不让公厨的人煮呢？你是想卖我方子？我们不会在永安久留，这方子也就没有藏私的必要。不卖茶饮是担心自身负不起责任，但我愿受茶方。禁军守护太平，应当尝到永安最新最好的茶。哎呀，方才还说小娘子没有胆色，倒是我看走眼了。将军谬赞，您稍等。将军稍等一下。敢想敢干，若他一直留在永安，混成一代巨贾，也指日可待。郎君其实很欣赏沈娘子的嘛。胡说什么？将军，方子。多谢。走。哇，看看。哇！发财了！哇好！财不外露。没事，这么多呢，你怕什么？姑姑，少饮来了。哎呀，少饮，刘郎君。还有饮料吗？给人弄点。不用。
我来是有事与沈娘子商量。啊，这样，这还有2杯密德如意郎君超嗲小娘子，请少爷和刘郎君尝一尝。多谢。多谢。好，行，你们聊着。洋洋，来。哦，哎，这个超嗲小娘子总有一日能觅得如意郎君，好喝吗？好喝。不是叫觅得如意郎君超嗲小娘子吗？改名字了？没改，少爷念的对的。你故意的。我阿兄说这名字太礼崩乐坏，我本来没觉得，林少爷你念了我才觉得是。别笑了，阿基。原来逗别人玩是挺有趣的。少爷来是有什么事儿要商量？福会长公主正寻人承办今年的七夕诗会，我便托了御史台的朋友去说相，你们可愿意一试？什么？让我们承办长公主的七夕诗会？啊？我可不同意啊！你可千万别揽这活儿，咱们家摆摊赚点钱得了，办这种贵族宴会，这一个弄不好可是要杀头的。阿季啊，你妈说的对呀，就算咱们把这个宴会做好了，树大招风，太惹眼了。这回去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，稳妥一点。对，有道理。那算了吧，散会。走吧。散。来。哦，对了，祖宗说了，承办宴会的报酬呢是1块金砖。你这么说，其实这东西吧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俗话说得好啊，富贵险中求。对，这事儿也不是不能试试。你妈说的又对了呀！啊，你说咱们在现代的时候办过多少次大型宴会？对啊，出什么岔子了？没有啊！你说这古代的宴会能出什么事儿？是啊，哎，咱们在现代办过宴会吗？怎么没办过呀？你看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说公在结婚的时候啊，在咱们家那个1楼小饭馆办的婚礼？怎么又提这种黑历史啊？爸爸，你和妈妈的婚礼是在小饭馆里办的呀？对啊。我听我的好朋友说，他们爸爸妈妈的婚礼都是在漂亮又豪华的大酒店里办的。他们那是中看不中用。再说，你大爷的事儿你不懂，洋洋你不懂。那大家都考虑好了，既然都想好了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就开始准备吧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七夕节要做花糕，既然要来点新鲜的，那就用乳酪做个奶酪馒头吧。沈公菜可真行啊，1天了不见人。哼，这谁写的水平还不如我呢？哈哈。沈公菜，沈公菜，你给我起来，别装死！怎么了？我忙活到现在，爸妈带着洋洋出去才满1天了，你在这给我躺着，起来！头疼。心脏疼，真的，想吐，难受，真难受。懒死你得了！还浪费粮食，哎呀，我是真难受啊！想让我干活，门儿都没有。这沈公菜种地不出苗，懒死你算了。沈公菜，你还知道懒？少爷，在你眼中，
沈兄的头是有多铁啊？啊，也不会真打伤。哎，怎么能让你干这种活儿？你可是你可是少爷。毕竟这些是要给长公主殿下准备的，我还做了保，得亲自上手才放心。怎么了？笑什么？我脸上有东西。不，别，哎。我是笑，少爷，你人真的很好，你明明就是想帮忙嘛，怕我有负担，还要找个借口。想多了。哎，等，少爷，你这衣服肯定不便宜吧？你别弄脏了。衣服倒无所谓。哎，给我了你怎么办？别乱动，你系不来。这是我阿娘自己做的，叫袖套。还有我身上这个围裙也是她做的，她手可巧了。好了，你呀，没事儿，少爷天生豪杰，英雄气概，骑着区区少女粉，能掩盖的？七夕花糕，还没有上长公主的桌台，先给少颖尝尝吧，便宜你了。那看来我气运不错。嗯。哎。哎呀。啊。好吃。这时候七夕多是备一些瓜果，也有糕点，但毕竟乞巧嘛，肯定还是花巧漂亮的糕点比瓜果梨桃合适些，所以做了这款七夕花糕。这般用心是因为七夕吗？是因为长公主听着就有好处。我可不喜欢七夕。牛郎对织女见色起意，私藏起她的衣衫，以爱为名，诓她留在人间生儿育女，哪来什么爱情传说？根本一开始就没有给织女选择的自由。你说的有理。不过，编写故事的多数是儿郎，着意掠取也好，无心施为也罢，大多都不会思虑你说的这些。谢谢啊。我觉得这味道还挺好的，而且还便宜，再打包一份。行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最开始写牛郎织女故事的一定不是女孩子，否则牛郎偷了织女的衣服，还绑她在人间，织女怎么可能还会爱上他？想一想都知道是被迫。那牛郎也是因为喜欢织女才这么做的。那是喜欢的前提是尊重啊。
他至少要尊重对方有不喜欢他的自由啊。哎呀，又死了！怎么这个这么难？不是你就看个剧而已，烦不烦？这剧啥样跟你有关系吗？吃饭。不愧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京兆少爷。格局。格局是何意？就是说少爷为人大气，心胸开阔，不像有些人即使考了编，但本质不行。还得是我们家基因好啊。什么考了编？基因这些又是何意？都是一些我生造的词儿。那个考编，考通靠。有的人善于编故事，靠这个谋生。基因。基本上，因为我们家好，你跟我们是一家人，所以你也很好。哦，骗子啊！我看沈娘子才是考了编，满口胡言乱语。考不上，真的考不上。哦。十二郎这是身上长虱子了？你借我的这身衣服啊，太风雅了，嗯，衬出我这裴氏子孙的风姿来了。此去啊，我那些族兄弟要见到了，估计都认不出我来了。周郎君真是好才情，人靠衣裳马靠鞍。十二郎瞧着也确实成些体统，是吧？哎，几位大人，你这是好话吗？三郎，我有旨酒，嘉宾试宴已熬。我有旨酒，以宴乐嘉宾之心。今日诗会，恐怕只有某一介白参，不想某一介商贾竟有幸受邀。说笑了，你可是柳峰柳家三郎啊！三郎的桂香酒楼讲究一个雅字，唯有能出千古绝句者，方能在你家酒楼的影壁上题诗。三郎是长公主专程去请的，你若是不来，倒让这宴会失色不少。是，三郎请。这就是书里写的曲水流觞啊！真好看。沈娘子稍等，烦请替某煎一碗茶。少爷，我不太会煎茶。我知道，坐。十二郎，如今讲究格律，乐府肆意洒脱，别有一番风味，你觉得呢？喜欢乐府啊？安然兄内里竟是不喜拘束、自在洒脱的，但某以为诗300才最佳。是，有桃夭、关雎几篇，十二郎怕是想不喜欢都难。安然说笑了，
传长公主的话，沈家承办宴席辛苦，若喜听诗论道，还请留下一同宴饮。多谢殿下，有劳娘子。有劳了，长公主殿下，请各位也一同入席，品鉴佳肴。哎不，哇，没想到长公主这么通人性，请咱们也去啊！你看看你用的这个词儿，这个没文化劲儿的。凤霞，这长公主这么有人性，咱不妨去看看。你这又说的是什么话？哎呀，这既然长公主来请了，也不能不给人家面子呀。啊，那是啊。阿季我是肯定放心的，就是你们俩，我觉得没问题啊。你们可一定要记住了啊，这是长公主府，规矩森严，而且今天来的可都是有身份的。对对对，一定要低调仔细。一定要低调仔细，你听见没有？我肯定也是没问题的呀。尤其是你，申公菜，一会儿一定要把那个嘴给我闭严了，要不然第一个就砍你的脑袋。第一个就砍你的脑袋。行了，你也闭嘴吧。啊，行。快收拾一下，咱们赶紧过去吧。走吧，走吧，来，谨慎仔细啊。三郎请。哎呀，真好看。长公主殿下今年未择桂香酒楼承办诗会，说是请过太多次了，想换换口味。柳郎君觉得这新请的厨子如何？是与众不同。这个里有西域葡萄酒的味道，这个则有胡椒味。我从未想过，这些竟能用在点心里。没想到吧？我跟你说啊，就这个主意啊，也就是我能想得出来。原来这是你们做的。嗨，不知殿下是从何处请了你们几位来？就是。回郎君，就是有人举荐我们家承办了这次宴席。是。是林少尹吧？听闻他举荐了在聚贤巷摆摊的沈家，长公主殿下也是十分满意。真的？就长公主都满意了啊？是。哎呦喂！你们家做的煎饼果子、羊肉串和饮品啊，某也是尝过的，是挺有巧思。哎呀，我也一直想与你们请教美食一道。哎呀，这太客气了，请教不敢当，切磋，切磋就行。沈先生，啊，沈先生，都是兄弟，没事。来，哈。久闻少尹才名，还想请少尹来我家吃饭，不知可否赏光？少尹喜欢什么诗词？可愿到王县两家举办诗会啊？少尹可爱耍鸡居啊，马上鸡居不喜欢。那蹴鞠呢？下回一起啊。少尹，某乃七姓之中的卢氏，特请少尹赏面来家中论道。多谢啊。喝。区商贾，竟还攀附上京兆少尹了。沈郎君为何把酒倒入瓶中啊？这个你就不懂了吧？这叫醒酒。这个葡萄酒啊，你一定要醒，就是把酒要叫醒，懂吗？这就是醒酒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郎君，你不信你尝一尝，醒过的酒的滋味完全不一样。尝尝。怎么样？是涩味少了，回甘更盛了。你看看，我
我跟你说啊，这个葡萄酒，你说说一半，这之前都跟他白说了。它主要是老沈，这葡萄呢有红葡萄和白葡萄酒的这个皮。下作商妇，竟敢以袖污某，我！哎，你有病啊你！你怎么？区商贾市井鼠辈，也敢登大雅之堂，装模作样，附庸风雅。你说什么？郎君说的有道理，我们市井人家，要不是长公主殿下恩准，也不敢入座，让郎君不满。但这样公然发作，是对殿下不满吗？你个贱婢，少在这搬弄是非！我干什么你？请你动手，住手！林少颖来的正好，瞧瞧这帮商贾，什么东西？没事吧？长公主殿下眼看就要来了，卢小郎君确定要继续闹下去吗？卢郎君喝醉了，马上告辞。诸位，全当无事发生。原是如此。惊扰各位了，抱歉。你何错之有？已知抱怨者，何须向旁人致歉？无事。谢少爷，多谢少爷。诸位快坐吧。坐，放下，来坐，坐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吧？坐，没事。坐。哎呦，你说这事儿闹的。他怎么就这么看不起人啊？这商人也是堂堂正正的嘛。有人想吃东西，我们就拿东西过来卖，这买卖都挺公平的啊。这看人就非得分个高低了。哎呀，行啦，行啦。都道商公游时之民，位卑而民鄙，如何能与君子比肩而立，同坐而食？郎君是跟我说话的吗？我那个听不太懂，我看都是胡说的活了。以往诗会都是由我们桂香酒楼负责，这次殿下却请了你们，某还纳闷。桂香酒楼的，但尝过你们家吃时，便心服口服了。再听沈兄的言论，更觉是个妙人。适才那句“买卖挺公平，看人却有高低”，言辞质朴，却有大智慧。大智慧？我大智慧？拉倒！好家伙，高端的商战往往只用朴素的捧杀。不是，其实我就是觉得吧，凡事他都应该公平一点。就我们家那个煎饼摊，好多人都吃过呀，当官的吃过，干苦力的也吃过啊，吃的东西都不分3、6、9等，这人就非得分个3、6、9等了？我尊重你，你就应该尊重我，就这么点的事儿。哥，好一句我尊重你，就应该尊重我。但若真的如此，这世间岂非人皆平等，再无不平？这岂非荒谬啊！这人与人皆平是对等，不乱套了吗？父令子从，夫为妻主，男强女弱，自古如此，方成规矩。哎呀，这位兄弟，你没成婚也没孩子吧？啊，某确实未婚。那我劝你啊，你以后千万你别再说这样的话了，真的，你容易没人要。你看，就我这样的，我一点都不大男子主义，我妻子都离开我了，你还敢说这些东西？我告诉你，你以后你更不好找，你孩子也烦你啊。请问沈兄，何谓大男子主义？这怎么跟你解释呢？啊，大男子主义就是说，你觉得自己是个男的，就应该做主，就像刚才这位郎君说的，父令子什么妻什么夫，就是你该说那一套，这就大男子主义。其实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呀，最重要的就是平等沟通，互相包容。我也是之后才明白的，丈夫啊，一定要尊重妻子。你要问问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用他觉得好的方式来对他好，而不是你强加给他。
要不然他一定会离开你的。长得也太好了，好一个痴情儿郎！不想这世间还有背弃者尚在反思自己的。就是沈郎君，你说的实在是太好了，真的说的太，简直说到我的心坎上了。怎么我？沈郎君说的太对了，就是啊，沈郎君说的太对了。没有，我选夫当如是啊，说的太好了，沈郎君。长公主到。哎呦！参见长公主。沈家大郎君见地独到，字字珠玑，有些意思啊。可惜容貌粗鄙了些，要不然招入府中为本宫近臣，倒是也别有一番滋味。殿下说的对，我阿兄不堪匹配为殿下近臣。啊，对，那个永安的女子个个都是好上天的，我怕是一个也配不上啊。你能这么说，越发显出你的好来。沈大郎还有什么独到的见解，不妨多说些呀。本宫也好命人记下来，教众郎君们学学说话。没了啊！不敢。诗会继续啊，不会是本宫来了反而放不开了吧？继续。多谢殿下。继续。继续。我长得很丑啊。这比约定的足足多了5倍。宴席办得好，应该的。殿下还赏了几匹绢丝，让刘长替你们带回去。谢少爷。沈娘子，长公主殿下有请。拜见殿下。免礼，起来吧。你家做的餐食真的很合本宫的胃口。本宫召你来，就是想问问，你们愿不愿意来府上当厨子呀？不用改什么奴籍的，若是想走了，知会一声便是了。承蒙殿下抬爱，不过民女一家都是乡野之人，散漫惯了，而且我们在永安也不会久留，恐怕伺候不好贵人。你们要走了？太可惜了。要不然以你们家的厨艺，就算不是来我府上当厨子，在永安随便开家食肆，那都是大有作为的。殿下过奖了。民女一家今日在诗会上失态，殿下非但没有计较，反而嘉赏，民女受之有愧。七夕诗会群贤论道，况且令兄说的委实有理。要说失礼啊，也是那卢小郎君失礼。你家承办的好，我只不过是多赠了几匹绢丝，谈何有愧？少爷，我问过长公主了，殿下不过赏了几匹绢丝，剩下的想来都是少尹自己添的吧？这些我们不能收。让你们承办诗会，也是我有私心。长公主好佳肴，你们善厨艺，又是我举荐的人，能讨她欢心，她自然会对我加以青睐。
沈娘子是生意人，自然知道这份人脉比几块金砖值钱。那就多谢少尹了，以后有这种事儿还找我。我的家产都分你不少了，一时半会儿，我可才瞧不起沈娘子了。其实我今日很感激少尹，若不是少尹解围，我们区商户在长公主的宴席上顶撞贵人，可就闯下大祸了。那你还敢出头？那怎么办？总不能让人欺负我家里人吧？是，本就是旁人有错在先，你回击得很好。少尹这几日能否腾出时间？怎么了？我们想请少尹吃饭。好，那说定了。那少尹先忙，我不打扰了。那可是郎君入世以来所有的俸禄，说改就改了。虽说咱们回了京，圣人也给郎君加了俸禄，可这也才领了2月，那么些金子够他们一家人回老家花一辈子了。郎君何时对我也这么大方呀？那这样，你立刻告老还乡，我马上给你准备养老钱，如何？不用，我就老老实实的跟着郎君领月钱就行了。不过，眼下沈娘子已再无后顾之忧，郎君也可以向沈家提退婚的事儿了吧？我们终于要回去了呀！我怎么还有点舍不得呢？是啊，这永安城啊，住的都有点习惯了。我回去了肯定也会想祖宗的。来喽！哎呀，好香啊！哇！哇！月亮圆了，只要咱们这位祖宗被这泉水羊肉打动了，咱就能回去了。来了！哎呦，快！勾引少尹。我还以为就是寻常吃饭，竟如此丰盛，还做了这好些灯盏。有你在就特别嘛。走，少尹快请坐。哎，坐，都坐。哎，刘长，坐，来，我一块。刘大叔叔，你快坐，快坐，刘郎君。好。哎，少尹，你快尝尝，我们特意为你做的泉水羊肉。行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好吃。大姐，沈娘子如今已再无后顾之忧，郎君也可以向沈家提退婚的事儿。既然各位都在，我有件事想与诸位商议。哎呀，巧了，我们也有一些事情要跟少尹讲。少尹先讲。我要说的不打紧，还是请伯父先讲。哎，不行，还是少尹先讲。还是伯父先讲。还是少尹先讲。那伯母来讲。
啊？哎呀，还是我来讲吧。少隐，我们为你准备了临别礼。这是我们特意做的衣服，我们自己画的图纸请人做的，希望你永远锦袍在身。是啊，少爷，还有这些灯也是我们特意做的，希望可以照亮少隐的前程。对，少爷，我也有礼物要给你，这是我自己画的全家福，还帮你画到了 C 位。塞位，我猜就是把我塞在这个位子的意思。是说，少隐在我们家人心里永远在最重要的位置。多谢。不过，方才说这是临别礼，是这样啊，少爷。你看我们在这儿也打扰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们也应该回自己的老家了，所以呢，就给你准备了一些礼物，都是我们亲手做的小物件儿，也希望少隐以后的生活能过得舒服些。我们今天还把少隐的院子啊、家里边都收拾了一下，希望少隐别介意啊。少隐啊，这段时间真的是麻烦少爷了，我们全家心存感激。这一杯，我们敬你。来，敬少爷。大家就别站着了，赶紧吃啊！来，坐。哎，坐，吃。少隐随意啊！啊。洋洋，来。啊，多谢伯父。刚才你说有事情要跟我们讲，是什么事情啊？小事而已，不说也罢。哦，那就吃菜。来，刘郎君尝尝这个。谢谢伯母。这是米豆腐的食谱，也留给你了，你收着。我们走后你别忘了好好吃饭，不能忙于公务就每日干嚼馒头啊。姑姑，这些灯晃起来好像萤火虫啊。萤火虫是什么？啊，就是刘莹。刘莹。洋洋，我知道有个地方能看流萤，想不想去？想去，在哪里啊？那吃完饭带你去。好，那就麻烦少爷等会儿帮我照顾洋洋了啊。一起。可是现在要出去，不是违反宵禁了吗？从后门出去，不上朱雀大街，能避开金吾卫夜巡的。苍河流萤是永安最有名的夜景，你们马上就要离开了，这次不去，恐怕就难有机会了。来，先吃，吃饱了再说啊。哇，好漂亮啊，这么多！少隐叔叔，等我回去了，一看到萤火虫就一定会想起你的。什么少隐叔叔，你别乱叫啊！不爱的。哥哥，我抓到萤火虫了！洋洋，你别抓了，萤火虫关着它一天就死了，你让它自由自在的多好呀。
也祝你自由自在。自由自在，还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。不瞒你说，刚认识你的时候，我觉得你是大官，觉得应该把少尹供起来。可相处下来，我发现你是面冷心热。到现在，我竟然会觉得你像是朋友。可惜我只是永安城的过客，我不属于这里，所以一早就想好了不在这里交朋友的。一壶红豆，心田烈火冷了愁，抬眸间，醉望白头。不如把未尽。将军，哎，我有件大事，甚至可以说是终身大事，想请你呢帮帮忙。好啊，是这样，那日诗会之后，我就收到了不少永安贵女的诗信。我平时主要是以钻研甲骨文为主，对诗歌这些东西呢不是太了解所以想请你帮我解析解析。来，我就看看啊。这首呢是夸沈郎才华卓绝，那日舌战群儒啊。这首是夸你风流倜傥、潇洒英俊，是吗？什么呀，就潇洒英俊。这首更了不得，这小娘子她对你芳心暗许了。啊！来，我看看。哎，给我一张。呀，这些信是不是送错地方了？哎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！早知道这样的话，我在诗会上我也应该整两句建设性发言，兴许我也弄点粉丝呢。哎呀，你凑什么热闹？以此类推，以此类推。哎，这儿还一张呢。什么才叫做红颜知己？什么才叫做红粉佳人？我给没想到这儿的人这么的有品味，我都有点舍不得。我要带着这些爱意离开，不管余生再惨，我要靠这些坚强的活下去。我说，人呢？你们根本就不懂我。按照我脚本写的，我们就是在一个月圆之夜，用一碗完美的泉水羊肉打动了祖先，然后沐浴月华，睡着，醒来就回到了现代。你说咱们在这儿挣的钱啊，够咱们回去用好几年的了。说实话，我都觉得这古代的钱比咱们现在好赚的太多了，我都舍不得离开永安了。是啊。虽说这儿打不了电子游戏吧，也没什么现代化的设施，可这钱好赚呐。妈，你说我这样的，我回到现代，我更不好找工作了，而且咱家饭馆现在也不行了。你看着我，他也是干不下去了呀。你说咱们在这儿随便做一点现代化的美食，那钱唰都来了，而且我还能有那么多粉丝，这多好啊！你们说的这些都不重要。听说明年啊，
永安城要举办第1届厨神大赛，咱们要是真待到那个时候，还兴许我就能给咱家争取个名次。我要是真能拿到个名次，也有一大堆粉丝。我要是火了，我的粉丝肯定是比你多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可拉倒吧你！你几斤几两，我心里还没数吗？没完没了了你，还出神出神的。其实我觉得我爸说的不错，你看我爸这派头，稍微一收拾，绝对中年偶像啊，是不是爸？其实我也喜欢永安，因为有祖宗陪着我玩。哎，要不咱们干脆别回去了。我就是随口一说啊，没其他意思啊。其实也未必不可。其实也不无道理。可是姑姑对祖宗撒了弥天大谎，要是被他知道了该怎么办？时间快到了，都别胡思乱想了，咱们都认命回去啊！总归有这么多金子呢，日子会好起来的。行吧，我要带着粉丝对我的爱回去。没，拿着。少隐在我们家人心里永远在最重要的位置。我们走后，你别忘了好好吃饭啊，不能忙于公务就每日干嚼馒头啊。终于回到有 WiFi 的地方了，再找个高价回收黄金的地方。沈娘子，我怎么还在这儿？回娘子的话，昨日诸位竟醉得都在院子里睡着了。刘管事担心大家醉酒着凉，就赶紧把你们送回了各自的房间。换个角度想，你说其实从一开始啊，这回去的各种招儿就都是咱们想出来的，咱们也都试过了。那既然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回去，那是不是说明我们只能面对现实了？留下来，其实也挺好的。你说我这样的在现代要啥没啥，但是在古代呢，我还真是挺受欢迎的啊。而且现在看起来祖宗的人品也不错，要不咱们就干脆真留下，开个小饭馆，享受下现代没有的祖荫，说不定会首富当当呢。沈公菜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想这些？我这不是……对啊，你妹妹说的对，你这种躺赢的思想那肯定是不对的，做事情它得积极向上，对吧？但是，如果是真有什么不可抗力的因素造成咱们真的回不去，那我要是参加个厨神大赛，弄个永安第1名厨，也挺好啊。永安第1名厨哎。
所以你们都不想回去了？阿季，你说这些年你爸也没往家里弄回来多少钱，咱们一家人过得都挺辛苦的。如果咱们真能留在永安，最起码咱们一家人就有了物质保障了。有道理。上菜喽，少爷。团团圆圆，马上团圆。哎，用，慢用。清新团圆，甜蜜团圆，吃。大团圆，小团圆，慢用啊！终于团圆，永不分离。伯父破费了。少爷啊，待会儿你吃完饭，沈某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伯父想要什么，可以直说。哎，好，我这，其实还是让少姐跟你说吧啊。稍等啊。加油！那沈兄，你来说吧。其实我们是想，啊，就是，算了，你还是当我梦游吧。少爷，我们有话要和你说。我们有话要跟你说。但说无妨。哎，少爷，你饿不饿？我再去给你做点吃的。这看起来够我吃了。是。那，少爷慢用。到底是什么这么为难？总不会是你们刚说要走，现在又说要回来继续住在云水苑吧？我猜对了。其实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状况，可能暂时先走不了了。真的很抱歉啊，少爷。你看我们这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地方去，所以就先只能暂住在你这里。当然，我们也想好了，我们最近摆摊不是赚了很多钱吗？我们打算租个铺子，正式开个14，到时候能赚更多的钱，这样也不白住少爷家，点付租金。少爷意下如何？租住少爷家，这话要传出去，倒像是我在控诉圣人给的俸禄不够啊。拿回去。住下吧，得空的时候给某做一份米豆腐就好。放心放心，以后少爷的一日三餐都包在我们身上了。老沈、小沈。多谢少爷。知道沈家人不走，心里踏实啦？没有。还没有呢。郎君都乐得同手同脚了。我刚刚同手同脚了。你躲那么远干嘛？我不躲这么远，我等你来收拾我呀。怎么会？咱们一起从崔家出来，你是我此生最好的兄弟，我怎么会因为一个玩笑同你计较呢？不会。这么巧？你还说我是你最好的兄弟？你骗子！哎，这话真没骗你，你确实是我此生
最好的兄弟。海兰，从小你就用这招，我早防了你。长进了。不过我也是好多年没看你这样了。这沈家人来了之后，倒是让你松快不少。不过这个婚，还是得退了吧。裴玉是没心眼儿，知道了也不往外说。可若是旁人，顺着沈家摸过来，郎君的身份可就危险了。少爷，这么晚了还未休息啊？还有公文未看。哦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这几日难以入睡。少爷先回吧，我在院中稍坐一会儿就回了。若有什么难处，好歹我还是个京兆少爷，没准能帮上你。多谢，我真的没事儿，就先回去了。来，这边请啊！看多热闹！是。哎呀，哇，你看那边有好多好吃的。是啊。都说天下美食在永安，永安佳肴在聚贤。各位啊，要是想开14，来这儿就真是来对地方了。你看前面呀，就是聚贤巷最有名的2家馆子。第一家林来酒肆，全永安啊最奢华的馆子。来的都是达官贵人，无论你想吃什么山珍海味，在这儿都能尝到。你看，第2家桂香酒楼，柳氏啊3代经营，如今由柳峰、柳三郎负责，那讲究的便是个雅字，文人墨客最爱来此用餐。在酒楼西侧的扇壁上，题满了如今永安最负盛名的诗人所作的词句。油香浓郁，清蒸淡雅呀。行家呀，郎君可是嗅出了2家的特色。哎，过奖。爸爸，阿姨，你好厉害呀！哎呀，这就叫厉害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云来酒肆的厨子做饭，以炙烤油炸为主；桂香酒楼则是以清蒸保留原味居多，口味偏淡。叫我说，也没什么新。你不信，等我这个店开起来，他们2家店加在一起都不是对手。再带着我，来，咱们要看的就在前面。来，哎呀，妈，我爸这样你都不管我打。
就是这一间。聚贤巷控制商铺中，这一间是离市中心位置最近的，每月才要400钱。记住我的话，看着还钱不是问题，问题是在于这铺子也太普通了，还有没有更好的了？啊，有。这不挺好的吗？这不是？这边请。哎，在选店铺这个问题上，坚定不移的支持我。多好呀！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你早说这个我不就懂了吗？你这500钱。哎呦，这么大！还有没有更好的啦？还有没有更好的啦？有的。带我去看看。走。这边。聚贤巷控制商铺中最大最好的一间，每月800钱。小了，还是小了。沈先生，沈小姐啊，你们俩跟我过来一下。干啥？哎，不是你又有什么事儿？我这儿忙着呢，时间就是金钱。沈建设，你是不是飘了？是不是飘了你？我没飘呀！你想好开多大规模的了吗？就在那挑的，2层小楼你还嫌小啊？你要上天啊你！我没有，我是在用计谋策略。你有那个脑子吗你？还计谋你？这爸，你别狡辩，你肯定是有问题。还有你沈小姐，你跟着起什么哄？我错了，起什么哄？老婆，你打你能不能先松开我呀？我说。我告诉你们俩啊，一会儿都给我闭嘴，听没听见？我听见了，听见了。哎呦！大娘，不好意思啊，能不能麻烦你再帮我们找一间，位置不需要太明显的，房子也不用太大啊？早说嘛，有。钱不行，钱这事儿你还得来看看这间。哎，这原是康员外郎家的铺子，他产业多，这间小，他并不怎么上心，每月呀只要300钱。但是呢，有一条，康员外郎啊爱好美食，所以啊只想把这间铺面租给做饮食的人家。康员外郎是谁啊？康员外郎你们都不知道是谁？不知道，他可是全永安最有名的美食品鉴大师。你们知道1年1度的厨神会吗？那就是他的手笔。哦。就厨神大赛是吗？大娘，要不这样，我们直接给你付1年的租金，你再给让点儿，每个月给你250，怎么样？哎，老婆，你想好了没有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，再者说250，它也不好听啊。没事儿，配你。280，真没什么赚头。哎呦，大娘一看就是个爽快人，你这肯定还有余地的，就250了啊！265。那后院啊还有个阁楼，虽然没有修缮，但是可以当库房啊。就250了。哎，行吧。哎，你可真会做生意。哎呀，哪里，咱们呀就当结个善缘。这间铺子呀当真划算啊！这后院啊连着巷子，到时候你们一扩建，等于白得半间铺子。扩建？啊，你们这还能这么搞啊？不，这都没人管啊？那谁管呀？那云来酒肆都扩建成什么样了？那后巷占了1大半，不还好好的吗？放心吧，出不了事儿的。行，那我们就定这间了啊。那咱们签契约去。行，签。快走。郎君方才所说，这聚贤巷店铺擅自违规扩建的问题，想必先前一定有人发现了。可为什么就是不管呢？永安的水可比外头深，东西市背后利益盘根错节，先前的云小郎君贪墨案好解决，可是在这儿，很多人却动不得。谁说不是呢？就好比这聚贤巷最有名的2家铺子，桂香酒楼和原来酒肆，都是家大业大的，真要查起来，背后还不一定牵扯到谁。要不，郎君就意思一下得了。我既担了这京兆少尹的名，便不能尸位素餐。来，阿季，看看我们选的店铺咋样？是不是不错？而且还挺大的啊。哎，我说阿季啊，你得赶紧找人给我打起口锅。这个地方的锅我用着可不趁少啊。
哎呀，这要忙的地方还多着呢。阿季啊，你点的项比较多，你就看看这地方怎么装修啊？啊？哦，对了，阿季，那个牙人说咱们这还可以再扩建一下。哦，当然了，我就怕会被查，还是你拿主意吧。你们定吧，我都行。姑姑，你好像不太开心，是不是还想回现代啊？这个棒棒糖给你。谢谢洋洋。阿季啊，你得接受现实。你仔细想想，就咱们的小饭馆，它迟早得倒闭啊！咱回去还能有啥？还有啥值得你留恋的，是吧？你说是你那个啊只有200个粉丝的账号，还是你那个大聪明的前男友啊？阿季啊，我一开始也没瞧得上这个地方，可后来想想也不赖。你想想，咱在现代那小饭馆，还没这1/3大呢。你说这地方能赚钱，还有祖宗保佑着咱们，挺好的。是啊，阿季，你跟妈说说，你为啥这么想回去啊？没什么。没事儿，你说出来，别憋在心里，憋心里多难受啊！说说。我就是想不明白，怎么就会突然来到这个鬼地方呢？我之前没日没夜的做兼职，我好不容易攒了点钱，给家里安了个洗碗机，3000多块，我一次都没用过。在这好好做生意也要被人看不起，说是下等人。白天要学着样子给别人行礼，晚上也不能出门，是能偷偷出去，那是偷偷的呀，一点都不自由。你们都习惯了，你们都不想回去了。哎呦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咱们这不是才刚刚开始呢吗？那说不定哪天咱们突然就回去了。阿季啊，你可千万别着急，这个事情吧，你得慢慢适应。是啊，你看这不也都慢慢上了正轨了吗？啊，既来之则安之嘛，你反正要回不去，咱们就……姑姑，也许吧，我再适应适应，过几天就好。对，过几天就好了啊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真要在这样一个社会生存下去，可我留在这儿，能做什么呢？